干我？不，是内蒙古特种兵，不可能干这种事。你是谁？为何要害我？怎么回事？虽然是个少爷，但在唐家如同丧家犬，十分凄惨。3年前，外公留在家到中午，唐杰没有不理会，彻底撕下伪装的脸，将青梅竹马严双玉和他们育有的3个孩子接回了唐家。我穿越了，穿越成了大燕王朝吏部侍郎家的少爷。随着母亲生了病，我就便撒手人寰。快起来！冤住性子了，不敢反抗，就连皇帝给唐家一个子嗣赐婚，这是他翻身的机会，他不敢去争取，反而是严双玉怕他抢了名额，想坏他名声。搞死了！你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，留下敌人祸害妹妹？你放心，妹妹我会替你照顾的。唐烨，我可是你嫂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给我闭嘴！这废物，不应该吓得向我跪地求饶吗？哪来的胆子敢吼我？还好，长得这么丑，幸好没让你得逞，要不然我得恶心一辈子。该死的，你敢说老娘长得丑？来人！救命！非礼了！唐烨，到底在干什么？唐烨，你个王八蛋！她可是你嫂子，你竟然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，给我！啊！你嫂子在这呢，给我！你没了，唐家就是你们的了。你还敢打？唐烨，你敢打我？你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，你还敢打我？我回去告诉我爹。二哥还真慷慨，为了陷害我，连你女人的名声都不要了，佩服！我今天心情很不好，这憋着。唐烨，你要干嘛？我不会和你计较了，你赶紧滚！可是我要和嫂子计较，设计陷害我，还大义凛然说不和我计较，你哪来的脸？现在嫂子可以不用和我计较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说！去告状吗？随便你们怎么告。我就在西院等着你爹来找我，刚好我也想要会会这个惩戒灭妻的畜生。干点活都不利索，和你母亲一样，焦灼不堪，没半点用。妹妹出事了。嬷嬷，你别动气，
我现在就好好洗的。如果婴儿受伤的话，就没衣服了，不要让哥哥看见。我呸！唐毅知不知道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不想挨打就快点刷，给你1炷香时间，刷不完你给老娘等着！还敢偷懒！敢再动我一下，我把你脑袋拧下来当球踢！不好，怕是被哥哥发现了呀。哥哥，你来了呀！哥哥，是茵茵不好，惹嬷嬷生气了。你不要生嬷嬷的气好不好？茵茵会努力刷马桶的。不用刷，以后只要有哥哥在，茵茵不用做任何事，开开心心做个小天使就行。还在装？快起来，别在这偷懒！活着不好吗？偏要来惹我！四少爷，老奴是主母派过来教育茵茵小姐的，这是老奴的教育方式。四少爷要是有什么不满，可以去找主母说，有本事就告状。夫人在老爷耳边随便说几句，你还不得挨最毒的打？哥哥，是我不好，别去找那个女人。乖，听茵茵的，哥哥不去找那个女人就是了。茵茵小姐，这段时间教你的规矩都教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什么那女人，那是唐家主母，是你的母亲，一口一个那女人，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四少爷，你什么意思？还请你别干涉老奴教育茵茵小姐，否则夫人和老爷知道了，四少爷恐怕又要挨苦头了。小英啊，你听好了，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害怕。以后只要有哥哥在，谁都欺负不到，谁也不敢欺负。哥哥，我不怕了。乖，去那边坐着，看哥哥替你出口恶气。喜欢用鞭子教育人是吧？刚好，我也喜欢。唐毅，你想干嘛？我可是夫人的人。刚刚在东院，我才收拾的唐昊夫妻俩生活不能自理，还收拾不了你一条老狗。你敢动我？我可是严双玉的人。我打的就是严双玉的人。我打的就是严双玉的人。唐毅，你疯了！你敢打我，主母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嬷嬷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这是在教育嬷嬷。怎么，我妹妹能承受的教育，你这么大岁数还承受不住？四少爷，老奴再也不敢了，老奴再也不敢了，是大少爷和二少爷让老奴教育茵茵小姐的。唐昊，话，老奴只是个奴婢，不敢不听主子的话呀。哥哥，我没事了，我不疼，我真的不疼了。都这样了，还不疼？药呢？药在这里。滚！回去告诉严双玉，动我可以，但他不应该动我妹妹，他这是在找死。让他准备好迎接我的怒火。什么？这都是唐毅打的。夫君说的没错，唐毅最近变得很不对劲，没有了以前的半点软弱，整个人变得果断狠厉。陛下赐婚的圣旨快要下来，这时候可不能出现变故。夫人，救命啊！夫人，救命啊！王嬷嬷，你这怎么弄的？是唐毅，夫人，是唐毅打的老奴，他还要老奴告诉您，让您准备好接受他的怒火。什么？接受他的怒火？可笑！就凭他，一个死了母亲的废物，能翻出什么浪花来？现在老爷应该回来了，你们俩
西大门口等老爷回来。他一回来，立即和他告状。你现在回去，就说受到了惊吓，不见任何人。至于我，孔家小姐孔诗兰刚刚递了拜帖，我亲自去接的。这场好戏，总得有观众不是？这次一定要让灵异万劫不复。父亲，您回来了。儿，只要你能电视夺魁，爹必定给你争取到殿下的赐婚。那孔家可是京都望族，能和他联姻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一定要好好加油，别让爹爹失望。是，父亲。只是父亲，这些东西原本属于四弟唐毅的，我若这样夺取，非君子所为。四弟才是唐家嫡子。别跟我误会，在爹爹心里，你才是嫡子。爹，好儿，爹，怎么了？爹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唐毅他王八，他不是人呐！他竟然趁孩儿外出，霸占孩儿的妻子，为孩儿怀孕之后，他对我拳脚相加，你看给我打的！胡说八道！老爷，就是四少爷动手的，你们这把老奴头也被他打惨了。求老爷为老奴和二少爷做主啊！来人，把这个混账东西给我揪过来！唐侍郎，不用怀疑，打他们，我是真做了。只是在真相上有一点偏差而已。爹，你跟我没撒谎，他还想行凶。敢干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，你怎敢呢你？唐侍郎，我若说我是受害者，你信吗？我要说的是，你妻子为了怕我抢了你儿子的赐婚名额，让你二儿子和儿媳设计陷阱。信唐毅，你放肆！父亲，小义这是在诬陷母亲。母亲这么多年为了我们唐家殚精竭虑，府邸上下有目共睹，他这般污蔑母亲，若是传出去，所有人不得说母亲是毒妇？你母亲在外面，难道不一直都是恶妇？那是毒妇！混账东西！她虽不是你的亲生母亲，可是唐家主母，那也是你的母亲，你怎敢这般诋毁她呀？诋毁？唐侍郎还真是爱妻心切啊，佩服。这怎么弄的？这就是你聘女对我妹妹的教育方式，唐侍郎。这种教育方式，你可还满意？王某做的？呵呵，废了，你想多了。这些伤都是我们做的，你没有证据，无奈何。你打的？老爷，是唐玉小姐顽劣，夫人要老奴好好惩罚她。来人，正法师。是。等等。既然是夫人的人，那就留给夫人处置吧。至于你，赶紧给我滚回去，别在这里了。唐英的伤，我会找大夫看看。一共就轻飘飘解决了，还服公子的样子给谁看？唐侍郎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，但给你机会，你也不应用。那既然你不肯讲理，那我也略懂一些拳脚。你想干什么？王嬷嬷，我已经处置过了，你还想干什么啊？你别得寸进尺的。处置？你把这叫处置？好，今天我就教教你，处置这2个字怎么写。唐毅，你。真是我哥哥吗？我哥哥啥时候这么强了？救我！
体的亲兄弟，你怎么下得了手啊？再不放开，别怪我狠心了。怎么，唐侍郎心疼了？唐侍郎别着急，一会儿还有更心疼的。他们怎么对待我妹妹，我就得怎么样讨回来。你要是不爽，没关系，一会儿咱们细聊。现在，你就先在边上看着。您过来。太好了，我该终于站起来了。你救我点！唐毅，你要干什么？他是随便的心，还有咱这天体，绝对不能毁在唐毅手中。你敢动他们两个一个指头，我就把你赶出唐家，唐家出名。哦，求之不得呢。唐家而已，真以为我很稀罕你是吗？浩儿，原来你才是我唐家最狠厉怨毒的人！来人，给我拿下这个孽畜！唐侍郎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是在教你处置2个字，就得这么写。还有，不用你赶，我们兄妹现在就离开唐家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和唐家再无半点瓜葛。当然，唐侍郎想强行留住我们也可以，但你就要做好唐家血流成河的准备。刚才说把他们赶出家门，完全就是威胁而已。他们2人竟连乞丐都不真出去后，当年宠妾灭迹，若是再翻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能让他走，让他死，让他死！爹，二弟说的对，不能让他走。他就是一邪小人，若是出去了，会毁了唐家的名声，也会毁了你的名声。站住！混账东西！赶快带着唐毅给我滚回来！这事儿就当做没发生过。你要是出唐家半步，我打断你的后腿！想要我们留下来，那你们这态度可不行。这样吧，我也不为难你们，你们父子给我道歉，求我们兄妹留下来。记住了，是求我们。那我们就勉为其难留下来。唐侍郎，我只给你3息时间考虑。3、2、3息时间到。看来唐侍郎不想我们留下来。小英，我们走。站住！唐毅，你的存在是我唐晋死生之耻，不能动手。这些死了人传出去是唐家耻辱，现在只能道歉，让这废物留下来。新科状元的圣旨下来，顺利赐婚，到时候谁还在意唐毅死活？好儿子，爹错了，爹给你道歉，爹求你们留下来，可满意了？应该是爹前世将唐毅收拾的吗？怎么现在感觉是唐毅将爹收拾了？花儿，现在给他道歉。唐毅，对不起，是我们的错，求你们留下来。
没有诚意，太生硬。唐毅，你别太过分！我听说你文采斐然，平时高傲的低不了头。那不妨，今日你就给我低个头，怎么样？唐毅，别得寸进尺！你爹都低头了，你还高个什么劲儿？再废话，就不只是低头，跪下！我也给你们3息时间。3、2。我说，低头，给你弟弟道歉。你俩要有本事，让他跪着还回来。唐毅，哥向你低头，求你留下来。你们的道歉我听到了，我不接受道歉。不过看你们这么有诚意，那我们就勉为其难留下来。记住了，是你们父子3个求我们留下来。死的废物！爹，救我！孔小姐，让你看笑话了。小玉这孩子比较爱胡闹。唐伯父，爷爷一直说唐家家教极好，今日一见，确实极好。既如此，我也直说来意了，我不会入嫁唐家，我不愿意。就算陛下下旨，我也不会听。想要娶我，除非唐大公子和唐四少爷拿出真本事来。10天后，我将会在沈园举办沈园诗会，等桃花或者唐毅能夺魁，再与我谈论婚嫁事宜。唐伯父先处理家事，告辞。哭！老爷，你别生气，妾身……行了，管好你的宝贝儿子，坏了我大事，唯你是问。老爷，爹！唐毅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你以为你让唐画在孔诗兰面前印象差了点，你就有机会娶她了？呸！做梦！我儿是慧媛，过几日殿试后，极有可能成为陛下钦点的状元。到时候3元及第，别说一个孔诗兰，就算是京都大家族的闺女，还不争着嫁给他？而你呢？一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，也配和我儿子比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孔诗兰我还真娶定了。至于你儿子，不好意思，我会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一身骄傲被我一点点踩在脚下。你敢！走吧。桃花用4、5年时间，还是在唐静的帮助下才做的。我要名动京都，一天足矣。诗词100两，先前后货，童叟无欺。每天保密发货，限购
意识上。这什么呀？诗仙落凡尘，成乞丐了。100两，先交钱。你想钱想疯了吧？一个乞丐，竟然比那些文坛大儒还要狂妄。我哥哥说过，100两就是100两，不接受反驳。小丫头还挺厉害，就是。诸位，1分钱1分货。在下既然敢出这个价位，自然有敢要这个价钱的资格。这位兄台，敢问你师从何人？有何佳作流传？竟敢如此狮子大开口？师承李白、杜甫，白居易、陆游、西北理工。什么理工？这是什么呀？诸位想看热闹可以，想要玩打假那一套也不是不行，但先给钱啊！质疑你给什么钱啊？对不对啊？就是啊，就是。小兄弟，你这么说，我倒想见识见识了。如果你写的诗让我满意，银子翻1倍；如果我不满意，那就收摊走人，如何？可以，但先给钱。疯了吧？真有人要买？问一下，您老想要什么样的诗？是山水田园诗、边塞诗，还是其他？如今北狄大军压境，朝中对打与不打争论不休，你就以此自由选择，写一首吧。写好了，您老看下，可还满意？这么快就写完了？也不需要酝酿，不需要润色。我家主子不满意，你赶紧收拾东西离开吧。我就说一个乞丐能写什么？他若能写，那我也行啊！赶紧走吧你！付钱。小兄弟写的诗我很满意，付100两，不，付500两。啊！这怎么可能啊？他刚才只不过是刷刷乱写，这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。多少年了？500两？不，600两。600两，这值600两的诗词，那定然是流传绝世的杰作。就是啊，多谢，告辞。这别走还是啊！跟上去，我也想让你写一首。底细，能有如此文采，定然不是普通人。走，回宫。这小子早上还是一副乞丐样，怎么出去一趟，跟换了个人似的？他们身上的这些东西，
至少值50两。唐毅兄妹俩哪来的这么多钱？好唐毅，原来母亲的钱是你偷的！你这个小偷真卑鄙！老爷，二儿胡说的，没这回事。妾身那100两，可能就是忘记放哪里了而已。唐毅，你听不见吗？你就不想解释一下吗？唐家家规你是知道的，偷盗杖30。你是想尝试一下？解释？唐侍郎似乎忘了一件事，唐家现在吃的用的都是我娘留下来的钱，是严双玉母子霸占了本该属于唐英和我的财产。别说我没偷，就算我拿了，那也是我自己的钱。需要向你们报备吗？需要向你们解释吗？你，老爷，妾身没有想要霸占小义的财产，妾身只是担心小义兄妹2人年幼遭骗，想要暂时替他们保管一下而已。老爷，小义，切莫胡说。母亲勤俭持家，天地可表。母亲品德贤淑，你却如此折辱母亲，这是大逆不道。这要是闹到公堂上，可是要受鞭刑的。那是你娘，我娘永远只有一个，她叫柳如玉。还有，我听说你号称才华横溢，你是不是对品德贤淑4个字有什么误会？就你娘也配？你，唐毅，就算你巧舌如簧，也改变不了你偷母亲的钱的事实。钱不是你偷的，你哪里来的钱买新衣服、买这些吃的？我哥哥才没有偷钱，钱是我和哥哥一起赚的。二哥，你冤枉人！第二别哭，我们不需要和垃圾解释的。你们赚的啊！哎呀，真是可笑呀！干什么能赚这么多钱？爹，不要听他们的借口，你不能相信他们，钱就是他们偷的。好了，浩儿，不许这么和弟弟说话。老爷，你别生气，我相信小义只是不小心拿走了银子而已，说2句就好了，不要为难孩子。孩子做错事，我们也有责任，慢慢教就好了。哼，逆子，我可以接受你普通，也可以接受你不如你大哥，绝对接受不了你偷鸡摸狗，丢唐家的脸。现在，把剩下的银子交出来。老爷，不要对孩子那么凶，小义还不赶紧将剩下的银子给还回来？你看，你爹都生气了。唐二夫人，你确定是100两，对吧？啊，是100两。100两，200两，3、4、500两，510、520、530。唐二夫人，不好意思，这不是你丢的银子吧？这怎么可能？老爷，你看，我就说了嘛，应该是我记错了。你看，冤枉了小义了吧？小义，我向你道歉。道歉？免了，你也配？老爷，你看小义。好了，真想不到啊，还真是你们几个联手起来诬陷唐毅。老爷，罢了，陷害就陷害吧，谁让我最牵挂的还是你们几个。不过，仅此一次，再有下次，打断你们的腿。老爷，看来柳如玉
还真是给他们兄妹俩留下了巨额财富。可恶！不，这巨额财富现在是我们的了。花儿，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计划了？走。哥哥，我们的钱没有了。茵茵放心，哥哥向你保证，他们今天偷去的钱，哥哥一定会让他们跪着10倍的还回来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合饮匈奴血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唐爱卿觉得如何？这真是一首慷慨激昂、自带浩然正气的传世名作。敢问陛下，出于何人之手啊？出自一位少年之手。这怎么可能出自一位少年之手呢？唐侍郎，朕想问你，朕惶恐。唐侍郎，朕想问你，唐家的嫡子是谁？唐家的嫡子当然是唐化。你再想想，唐家嫡子是唐毅。不过这就对了。朕昨日出宫碰见他们兄妹二人，看到他们兄妹二人，朕终于相信唐侍郎是清正廉洁。以后如果谁敢在朝堂上弹劾唐侍郎贪污，朕肯定诛其九族。说起来也是朕之过呀。朕竟不知朝中堂堂4品大员1年的父母，竟然养活不了一家人。臣惶恐，臣知罪。太卿，言重了。今日咱们2个只是叙旧，昨日我见到他们兄妹2人衣衫褴褛，朕于心不忍了，于是便赐给了他们600两。朕还特意吩咐，这600两银票只能自己用，不能给别人。但方才有人来报，银票被别人用了。你说，究竟是谁想违逆朕的意思？昨日唐毅的600两是陛下给的，完了，完了！哎，唐毅，怎么突然想练武了？要从军呢？想要从军的话也可以，只要你跪下来给我磕几个头，说不定我可以帮你。哼，错了，我练拳只是为了方便以后更好的教育你。哎，咱们今天来的目的，不就是惹他动怒吗？只要他敢伤我，父亲必然暴怒，到时候把他赶出唐家，又不是什么问题。那他的钱，不就都是我们的了？钱果然是你们偷的。哎，四弟，这读书之人的事怎么能说是偷呢？这些呀，都是花你那500两银子买来的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生气啊？没办法，大哥呢是读书之人，这文房四宝呀，要每个月换一次新的才有面子。我也要给你嫂子每个月买新簪子，这个钱由你出了。你放心，大哥和二哥不会白拿你的钱，以后打你的时候，下手会轻点。哎，大哥，下手轻点，可不止500两。我们今天来，就是为了你娘留下来的钱。没错，以后你的钱，
大哥替你去花。至于你，还是乖乖的坐好你的蝼蚁，别想着翻身了。我才是唐家真正意义上的嫡子。唐家是我的，陛下指婚也是我，孔世兰更是我的。只要有我在，你永远都是我踩在脚下的泥，是吗？大哥二哥要倒霉了！你们偷了我的钱，就应该夹起尾巴，竟然还敢主动上门，妄想得寸进尺。看来你们好像误会了一点，把我以前的忍让当成了软弱。前2日，我明明刚收拾了你，打残了唐昊，逼得唐静颜面扫地。是个人都应该知道，我跟以前不一样。你们哪来的胆子，还敢来惹我？燕儿，进屋，闭上眼睛，捂住耳朵，不要看，也不要听。唐毅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当然是如你们所愿。你们今日过来找我，不就是想让我收拾你们？一般这种无理的要求，我都会满足。唐毅，你敢！现在轮到你，唐毅，不要乱来！父亲最宠我了，你要是敢伤我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经历了这些事，你们竟然还觉得可以用唐侍郎威胁我？脑子都被猪啃了吗？小易，大哥跟你开玩笑的。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经斗呢？就是不经斗。唐毅，你敢打我？你这个废物！你还打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唐毅，你给我住手！否则，我必定让你们兄妹俩生死两难。明明是想扮演受害者，在唐静面前好好的告我一状，现在我给了你们机会，你们反而不愿意，还真是又当又立。那又如何？就算是污蔑了你这个废物，你也只配忍着。就你那双肮脏的手，也敢碰我儿子？我就碰了，你又如何？再聒噪，信不信我还敢杀了你？你敢？你要敢动我儿一根手指，我今日必将你们兄妹俩挫骨扬灰！要不要试试看？看在我兄妹俩挫骨扬灰之前，我能不能先让你这2个宝贝儿子陪葬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草这个态度不就好说了？首先，你刚才说话的方式让我很不爽。你难道不觉得应该先给我道个歉？这家伙果然不一样，现在竟然在众目睽睽下想威胁我。小易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这么跟你说话。我不接受道歉，不过姿态还是要有。然后，唐二夫人该还钱了。我说过10倍凤凰5000两，少1两都不行。要是敢少1两，我就用你2个宝贝儿子的胳膊腿来抵债。小易，要杀要剐，娘都随你。娘认了，可是你大哥二哥，他们是无辜的，他们一直都疼你爱你，视你为亲兄弟，你不该这么对他们。这事要是让你爹知道了，他会伤心的。又在闹什么？就不能安生一点吗？老爷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老爷，你快救救花儿和浩儿吧，
小易要打断他们俩的手脚。老爷，你快救救花儿，他还要参加电视呢。小易现在已经把他的脸打得满脸都是血了，他以后还怎么见人呢？救命啊！他要杀我！你快给我跟他挡着！你看吧，我跟他都没惹他。你这很狂吗？你在狂啊！等爹发怒，把你赶出家门吧！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好好聊的吗？你们都是唐家的血脉，是兄弟，不是敌人。这个时候，老爷不该火冒三丈，将唐毅毒打一顿，丢出家门吗？爹居然心平气和和唐毅商量，这怎么可能？想要放过他们，很简单，一点都不难。他们偷了我的银子5000两，跪着还回来，这事儿就算了。那是陛下赏赐的银子，要是让陛下知道，我唐家还不得完蛋？爹，我没偷，唐毅冤枉我们，我做主啊，爹！混账东西！你还敢喊冤枉？老爷，知不知道，就因为你们拿了他的银票，害得我今天差点都回不来了。老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明明是小易伤害的好。无知的妇人！老爷，你知不知道，唐家就算不是豪门贵族，那也是书香门第。你竟敢叫他们偷盗，还诬陷自己的兄弟！没有，没有，老爷。爹居然帮着唐毅说话，上个总朝爹还被换了。银票上有专属印记，昨天银票主人的身份据看就不简单，估计查到我跟幺儿的身份后，直接告诉皇帝，这才让唐静谈话。哼，好了，戏就别演了。我没那么闲，要将事情闹大，但前提是5000两，1分都不能少。银子给他。怎么，我说话不好使吗？老爷，唐家现在没银子了。什么？我清楚的记得，如玉过世的时候，清算下来，唐家还有5万银两。才过了几天，你说没有了？老爷，唐家最近生意不景气，加上世家往来随礼，还有府上的各种开支，唐家现在确实是没有多少银子了。不过老爷，唐家虽然没钱了，但是我们可以用一间商铺来抵给小易。小易，以后这间商铺的收益就归你所有，怎么样？唐夫人想的真美好，一间店铺就想将我打发了。用店铺抵押可以，但我要这个数。5间？你怎么不去抢啊你？我说的是50间，这才叫抢。什么？你疯了吧你？唐家店铺总共加起来也不过20间，哪里来的50间给你？逆子，不要再得寸进尺了。5间店铺就算卖了，也能卖不少银两的。当然，你们也可以不给，但我保证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今日之内必定到达宫门前，跪求觐见陛下。所以，唐侍郎，我劝你最好想清楚，是你的前程重要，还是店铺和银两重要？唐家店铺50间没有，但是可以将朱雀街上的迎客酒楼转给你。迎客楼地段好，现在的单价来说，超过5万两，现在抵5000两转给你，怎么样？母亲，你这……只不过这迎客楼对面就是天香楼，现在能抵的我都抵给你了，就看你敢不敢要了。母亲高啊！自打天香楼出现后，迎客楼的生意就变得极差。天香楼的背后可是皇家，有何不敢？我又不是你这2个废物儿子，连经营酒楼都不会。你
别忘了我之前说的契约，得唐昊和唐画亲自弯腰递给我，还有你们2位也得弯腰道歉。唐毅，你别太过分啊！都按他说的办，家丑不可外扬。父亲，老爷，我说都按他说的办。唐毅，这是酒楼协议，收好。银票的事，是我错怪了你，对不起。唐毅，你别吵吵，这是你们欠我的，我只不过收了一点点利息而已。现在你们可以滚了。你疯子！逆子！逆子！逆子！快看，是小石仙！真的是他，小石仙！小石仙，我愿意付双倍，给我写首诗吧。我出3倍。给我写！大家有事好好说。谁踩我脚了？别扒了我衣服！大叔，注意点，这兔子飞我脸上了！我400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见过狄老将军，见过福王爷。狄苍是大炎的大将军，整个大炎的定海神针，只要是大炎的百姓都认识。福王，襄王的哥哥，曾以一张嘴忽悠敌军的10万大军，家家户户都有他的贴士。怎么，就我籍籍无名啊，连行礼都不谢？晚辈唐毅，不知道这位大叔怎么称呼？我叫萧策，你也可以叫我萧叔。见过萧叔，多谢萧叔今日出手，不然我和银儿估计得被踩成肉泥了。逗你的，快起来吧。小子，你就是那个小石仙？好，诗写得非常好。你的一首《满江红》啊，坚定了陛下和北狄开战的意志，让早就磨刀霍霍的武将看到了希望。小子，你写的那首诗不太符合老夫的心境，能否为老夫再写一首吗？让老夫好好气气那些文臣的软骨头。爷爷，先付钱，我哥哥说过，先付钱。狄老将军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不妨。小姑娘说的对，应该先付钱。来。请。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，800里分麾下炙，50闲帆塞外生，沙场秋点兵，蜡作地炉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，
了却君王天下事，应得身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。老夫待会儿要去状元街，要好好气气那些文臣老贼。提老将军、萧叔、福王爷，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婴儿拜见萧叔叔将军、将军爷爷、福爷爷。这唐静真不是个东西，呸！这小子是个人才，陛下为何不直接培养？再等等，现在还不到时候。那孔家妮子为了阻止朕指婚，搞了个什么沈园诗会，朕倒觉得这是个好机会。小子，你这是要干嘛？哦，晚辈刚刚接手了迎客楼，接下来准备修缮一番，才能重新对外营业。这段时间可能会有点吵，还望公公海涵。就这？晚辈重新开业后，会与天香楼公平竞争客源，还望公公莫要怪罪。你觉得你那小小的酒楼能比得过我们天香楼吗？晚辈有一独家秘方，能赚一点糊口的小钱，这是晚辈给公公的一点心意。爷爷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这公公逝者如命，只要我们以后两家相安无事，再搞好关系，不怕这酒楼开不起来。好酒，这是什么酒？这是蒸馏酒，这是我哥哥用一车的酒煮的。你呀，你这是把哥哥的配方泄露给了爷爷呀。既然如此，那咱家就收下了。记得以后要多送几套。唐家小子，王爷，王爷不是要出城巡查吗？怎么在天象楼躲清静？是要出场，但是越想心里越不爽。为啥狄苍那老匹夫有这么好的事？小子，你也得为本王付一手势，否则本王可不饶你。王爷需要什么样的诗词？说下要求，我来做。靖康耻。当日，本王站在京城的城墙上，望着往日的繁华，今日的断壁残垣，但老夫却无能为力呀。等一下，你现在做，不用想想。不用。
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恨别鸟惊心。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这首诗叫什么名字？就叫老福王忆靖康耻吧。烽火连3月，家书抵万金。白头搔更短，浑欲无胜。3，听儿，怎么了？今日不论政，只论殿试。小石先一首《满江红》写得慷慨激昂，让朕决定不再对北狄退让。然朱清却觉得还是该与北狄和谈，以至于朕旨意下，兵部整顿，兵马松懈，户部整理物资交给，很好。朕再给你们一个机会。今日殿试题目便是朕与北狄开战会怎么样，以此为主旨，写一首诗或词，写得好便是状元。陛下，这是为难我们，还是在为难那些假榜士子？看来今日要是写不出一首好诗词，事情恐怕没那么容易结束。哎，《满江红》这首诗词，天下有几人写得出来呀？说的是啊。哎，这陛下，小臣作为科考第一，应当为各位才子做个表率。陛下，这首《满江红》虽然写得非常好，非常的慷慨激昂，然却是无病呻吟罢了。大言虽大，但好战必亡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今日就由小臣替各位大臣为陛下献上一首劝诫诗。赛卿，那开始你的表演。小废物，玩的挺开心的。婴儿见过二哥二嫂，婴儿不该跑，婴儿这就回去。怎么了，小婴儿？你害怕嫂子呀？那婴儿告诉嫂嫂，你哥哥最近忙什么呢？哥哥说过，不能把买诗的事情说出去。不说，是不是？那嫂子就得把小婴儿带回去，仔细问问了。国破山河在，好诗啊！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烽火连3月，家书抵万金。白头搔更短，浑欲无胜簪。好，
好诗啊，好诗啊！谁说我们写不出来的？我们写出来了呀！谁说我们文人写不出劝诫陛下止戈休战的诗词的？谁？好，不愧是金榜第一，写得好啊！交了一个好儿子，好样的，没给爹丢脸。唐一，你一定要忍住，不能让哥哥知道，不能再让哥哥担心。怎么了，婴儿？是饭菜不好吃吗？不是的，哥哥，你做的饭很好吃。婴儿，哥哥，说吧。没事的，哥哥，不痛的。哥哥给你上药。婴儿睡吧，睡吧。四弟，你终于来了。四弟，你终于来了。今天是我们唐家的大喜日子，你要是不来，我还准备让唐昊把你扛过来。哼，爹，我就说小易在大是大非面前还是分得清楚。这是在舔我，拿了我的仕途状元，还要让我有大局观，为唐家做牛做马。你怎么回事？你弟弟刚考了新科状元，你连句祝福的话都不会说吗？我若说恭喜，他可能掉脑袋。你确定？放肆！站在你面前这位，不只是新科状元，还是翰林院的修撰，你怎么敢如此狂妄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哥现在一句话，弄死你跟弄死蚂蚁一样简单。都是自家兄弟，说那些死不死的干嘛？我还要感谢你，要不是你的那些诗，我可能和状元还无缘呢。我知道你现在很不甘，但不甘又能如何呢？你只能忍着，心烦。哼，谁相信一个废物说的话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给你写诗的那个人就是小石仙。要不这样，你告诉我小石仙是谁，我可以保证你和你妹妹唐一后半辈子平稳度过，如何？唐画，继续跳吧，反正你也跳这几天了。等收拾你的人回到京都，你才会知道什么叫身败名裂。至于你说的小石仙，外面盛传的小石仙，就是我。你要是石仙，那秦淮河上不堆满了京城文人所有的尸体了？混账东西，想要什么荣耀？学学你哥哥，用实力去争取啊！在这里吹牛算什么东西？我知道你羡慕你哥，他中了新科状元，你心里不舒服。
那又怎么样？今天你都得给我忍着，敢出去丢人现眼，饶不了你！太子驾到！参见太子殿下。放肆！你是何人？见太子为何不跪？逆子，跪下，跪下！无妨，都起来吧。孤和你们一样，今日都是来参加宴会的，不必多礼。谢谢太子殿下。唐侍郎，恭喜啊！交了一个这么好的儿子，20几岁的新科状元。纵观历史的长河，也没有几位。太子殿下过誉了。唐画才华横溢，能力出众，本宫很是欣赏。但是唐侍郎也要注重其他孩子的教育问题，免得将来出去丢了你们唐家的脸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柳如玉生的儿子连给我儿子提鞋都不配。可惜小姨这孩子嘛，这孩子很聪明。要是他能放下刘姐姐过世的芥蒂，在我的悉心教导之下，就算不能金榜题名，但也不至于不懂规矩，冲撞了殿下。这怎么能怪母亲呢？母亲已经够好，从小对他吃穿用的比大哥和唐昊还要好，谁让他自己不争气，怪谁呢？规矩没规矩，才学没才学，还敢冲撞当今太子，简直一点家教都没有。嗨，谁说不是的？难怪当初唐大人要将外室带回家，这不将外室和一个优秀的孩子带回家，难道任由这样的废物败坏唐家名声？唐画，你很不错。父皇让你进翰林院修撰，是器重，你好好干吧，未来的前途必定不可限量。是，臣定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哦，你就是唐昊啊？是的，太子爷。太子爷还记得小臣？自然是知道。你们唐家三兄弟，兄长进了翰林院从政，弟弟从军在外征战，只有你从商，在家里打理家族。你是非常重要的，无论是兄长还是弟弟，都需要你的帮助啊！看了，连太子都不得不承认我的厉害，你也配混我阵？多谢太子殿下夸奖，小臣会继续努力的。殿下，这是我的四弟唐毅。哦，不错，我就不做点评了。提起你们血重，虽然不错，但也的确重了好多。哎呀，太子殿下，快，里面请。哎，唐毅，拿的什么埋汰东西？赶紧丢出去，别耽误大哥脸面，丢人现眼。唐毅，你又在这里闹什么？滚出去！唐侍郎不必着急，我自己会的。当然，前提是我得先办完我的事。你这血肠，唐毅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我们家欠你什么债了？说，滚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！还真敢动粗啊！浩儿，大兔子要命了吗？欠你的债，现在知道了。今日是唐家的高光时刻，整个京都多少人羡慕，现在怎么出现这种情况？不知道，而且还是唐家屋里，简直就是一出大戏啊！混账东西！无理取闹就罢了，你还无故伤人，无故伤人也就罢了，你伤的还是你亲哥哥。嘘，我没有无理取闹，我是在救唐家。我是在救唐家。至于你说的无故伤人，你不妨问问你的宝贝儿子和他的妻子，他们
对我妹妹做了什么？爹，我没有对唐毅做任何事情，唐毅是在诬陷我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娘，都是儿媳的错。儿媳看婴儿追逐蝴蝶摔倒，便好心去扶她，没成想竟成了四弟发难的借口。对，我和林主看见小妹摔倒了，我俩去扶她。爹，唐毅他在诬陷我，唐毅。好了，这件事不怪你们，交给你爹处置吧，他会还你们一个公道的。原来是这样，就是看不得别人好，这种人最为可恶。是，还以为是好心为妹妹出头，没想到却是利用、污蔑哥嫂，太可耻了！混账东西，赶快给我滚回去！晚上回去再收拾你。唐侍郎，还是姑说两句吧。少年人，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，切记不要好高骛远。你还小，承认别人比你优秀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可笑！是不是觉得随便煽那么几句，就能颠倒黑白？我今日来这儿，就不是来讲道理，也不是听你们讲理。在我这里，谁敢伤害我妹，随便她有再大，别跟我扯什么道理。妹，就是道理。你要干什么？逆子！发生什么事？怎么了这是？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，他年纪那么小，对这个世界都充满友好，你怎么下的手？唐毅，你放肆！我接受道歉。太子在场，怎么竟如此恶事？我的事办完了，这就走。你们吃好喝好，太过嚣张了。你还真的动手了！站住！站住！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听到了又如何？想教我做事，你还没有这个资格。作为一国太子，现在北狄大军入侵，国难当头，你应该做的是替陛下分忧，而不是费尽心思笼络权臣。你这种太子，在历史上不会有太后的下场。这我听懂了什么？这家伙居然叫太子做事，杀到他儿子简直太疯狂了！这家伙难道不知道什么叫扩总口出吗？诽谤藐视皇族也是此罪，这简直就是不想活了！住嘴！逆子，快跪下，给太子殿下道歉！不能因为这个废物，就毁了穆青营10几年的好形象，得不杀之恩，没想到心头之怒。受教说得对，如今大言内忧外患，孤荒废国事，来到此处参加宴会，实属不该。但是你作为臣子，在孤面前伤人，在孤面前上蹿下跳，你把孤置于何地？把这大言律法置于何地？今日于情于理，孤都不能纵容于你。混账东西，是谁给你的勇气质疑太子的？赶快给我跪下，给太子道歉！你想害死我们唐家吗？今日你搅黄了这场宴会，难道你也想父亲跟你一样身败名裂吗？哦，唐话，面具戴久了，以为就成真了？唐静会身败名裂，那是一定的，但不是因为我，而是你。今日我不揭穿你，不是因为我没有这个本事，而是有些事由别人说出口更能说服。唐毅，你少在这给我装神弄鬼，想说什么你直接说。今天我父亲和太子在这给你做主。混账东西，你刚刚才殴打长兄嫂嫂，你现在又要诬陷你的兄长吗？你既然他不领情，你们又何必自讨没趣呢？唐毅，你在姑的面前伤人，这是公然挑衅大言律法，大言律法不容侵犯。来人，即刻将唐毅拿下。
押送金兆府，等待发落。是。殿下，殿下。是这文长自己找死，不能因为他害了整个唐家，且让他去牢里吃人骨头。太子气消了，得想办法把他捞出来吧。逆子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反抗，敢反抗，绝对死定了。负隅顽抗，杀无赦。刚好，我这个人也不喜欢束手就擒，但是殿下要考虑清楚，今日一旦动了手，我们就是敌人。是敌人，那我就不能让你做成那个位置。是敌人，今日我若不死，你这个太子的位置自然太久了。太子的亲卫，分分钟就能将你剁成烂泥，到现在还在狂呢。这么狂，不是我说你，我要是你呀，赶紧给太子殿下磕头谢罪。太子殿下向来大度，留你一条小命也说不定。管不灵，动手！住手！这谁呀？太子请安。这就是唐家的小女儿。燕儿，你快回去，这里有哥哥，不会有事的。燕儿这次不能听哥哥的话了，哥哥保护了燕儿这么多年，燕儿也要保护哥哥一回了。真是禽兽不如啊！是啊，这一个孩子，谁下如此重的手？这么重的伤，怪他一会发疯。这要是我的女儿，我肯定杀红了眼。我哥哥并不是随便发脾气的人，也不是不尊重人的人，只是伤得太重，所以不怪哥哥。我哥哥是天下第一好的哥哥，杀害我的人是二哥和二嫂。太子，为什么你不抓坏人，要抓我哥哥？坏人我也指认了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和哥哥先走了。燕儿，你不应该来的，伤口都要裂开了。没事的，有哥哥给婴儿抹药，婴儿不疼的。来，上上。殿下，都怪臣管教弟弟无方，要罚就罚小臣吧。当事人自己都出来了，而且还是个孩子，这时候不要继续抓人，难免会让百姓觉得孤冷血罢了。唐侍郎，既然是你们家的家事，姑也不便插手。唐侍郎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走。恭送太子殿下！别走啊！大家吃了饭再走也不迟啊！哎呀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？今日可是我花儿的大喜日子呀！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爹，毕竟和你相争几日，发生什么事故，一定让你错误养护。伤口好的差不多了，新衣服也穿好了，不错。告诉哥哥，今天什么日子？今天是哥哥石会夺魁的日子。乖，我们走。哎呀，不愧是我儿，单单这气质，石会上就不会有人是我儿对手。老爷，石会上，我儿肯定会大放光彩的。那是，花儿是我亲手教出来的，现在都贵为新科状元。一个小小的诗会，一定能艳绝天下。
你呀，天下人呐！小叶来了，等会儿的诗会上，你可要加油。他也配！不给唐家丢人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诸位，今日的沈园诗会，可是太傅亲自为孔小姐举办的择婿宴。来参加比试的都是大研的青年才俊，怎么废物能来？那唐爷，你有真才实学吗？真才实学？我还真有。我学理科的，写文章可能不行，但写论文、作战计划、武器组装、排兵布阵，对我来说没什么难度。论诗词，虽然是我的弱项，但我不需要写。来点。估计你就是买的屎，卖你诗的人就是小诗仙吧？一个用别人诗词充当门面的败类，就不配站在台上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们口中的小诗仙就是我呢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们口中的小诗仙就是我呢？吹牛也不带少搞。原来唐家四少就是小诗仙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呀！唐四少，你写的《满江红》慷慨激昂，我看你这个人好像很废。你自认全了吗？你就敢吹牛？小心牛皮吹破，喷你满脸屎！我哥哥没吹牛，我哥哥就是小诗仙。萧叔叔他可以证明，我哥哥就是小诗仙。唐毅，为了演戏，你连亲妹妹都用上。你要是小诗仙，本少爷就将这张桌子整张吃下去。萧策给，萧策是谁？站出来给我瞧瞧！就是呀，站出来！唐英说的萧策，应该就是朕。啊！萧策站出来！你想怎么着？参见皇帝！皇帝万福金安！萧策是皇帝。萧叔叔，他们都欺负我哥哥，你可要为我哥哥作证啊！我哥哥就是小诗仙。好，朕很安，但诸位爱卿可能就没那么的安了。萧策站出来了，你想怎么着？陛下恕罪，陛下饶命啊！都是他，冒充小诗仙，我实在看不过去，这才出言无状的。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证明，所有人都可以证明。谁告诉你他是冒充的？唐毅就是小诗仙。哼！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，我哥哥就是小诗仙。你是小诗仙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是小诗仙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是陛下弄错了，绝对是陛下弄错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这几年，我把唐毅看得死死的，每天他连空闲的时间都没有，他连书都没摸过，连字都不认识几个。他怎么可能是小诗仙呢？他怎么可能是小诗仙？这不可能！不是做梦，完了！你刚才说，唐毅如果是小诗仙，就把这桌子给吃了，想法很好，朕成全你。来人！陛下赎罪！陛下赎罪！陛下赎罪呀！留他条命，把珠子剁碎了喂给他，吃喝足，让喝30。陛下饶命！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
陛下！好了，调查局结束了，正戏可以开始了。父皇，儿臣觉得这件事情，觉得屁！远点！看到你就碍眼。王丫头，沈园诗会可以开始了。唐毅，有什么本事就使出来了，今日我必拜你。小诗仙又怎么了？今儿跟你拼了！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不是我针对你，我的意思是，论诗词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不服，来战！嘿，小子，我劝你别再狂妄了。唐话，别给我留面子，狠狠教训这小子，必须让他知道大哥为什么是大哥。别说我没提醒你们，指望他压制，纯属做梦。而且，你们还会输得很惨。为了给你们留点脸面，我给你们一个选择：认输吧。早点认输，总好比一会儿被我踩在脚下要舒服多。好了，别吵了，有没有真本事，战场见。王丫头，沈园诗会，接下来便交给你。是，陛下。既然陛下发话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其实，这次诗会的题目和沈园有关。沈园记录了前朝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。前朝陆大将军和唐玉儿原本是一对伉俪情深的夫妻，但陆母怕唐玉影响儿子的前程，生生将其拆散。这个故事有点熟悉啊，这不就是陆游和唐婉吗？陆大将军在出征前重游沈园，意外与唐小姐邂逅，而后陆将军率军北上，最终阵前力战而亡。唐小姐收到噩耗，大病一场，也随将军去了。如此凄美爱情，与之有关的诗词却少之又少。这爱情是我背的少啊！我的题目便是以唐姑娘给陆将军敬酒壮行之时，陆将军心头所念所想，写一首诗或词。这小诗仙很差。怎么，小诗仙是觉得我的题目太简单了？不是，是我有的抄了。孔姑娘，你确定要用这个题目？当然，其实我心里想知道，意难平的陆将军在见到唐小姐最后一面时，心里在想什么。四弟，你不是小诗仙吗？想必已经胸有成竹了吧？不如说出来听听，让大家学习学习。唐四少号称小诗仙，想必已经写好了吧？既然写好了，不如先拿出来给我们见识见识。我是写好了没错，但我要是先出手，你们就没机会了。真的假的？这才多久就写好了？不可能，这么短的时间，连思绪都来不及整合吧？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陛下说你是小诗仙，你还真当自己是神仙了？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诓骗陛下，成了小诗仙就算了，现在在这种场合，竟然还敢如此猖狂，简直是找死！像他这种贼，就该身败名裂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唐毅，你确定写好了？
当然，早就写好了。四弟既然已经写好了，不妨拿出来让大家看看。我倒是很好奇，四弟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得如此精妙绝伦的诗词。既然你们有这需求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走你们的路，让你们无路可走。喏，红姑娘，写好了。忽然文思泉涌，一不小心就写了2首。我忍不了了，孔姑娘，赶快看一看他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好让他赶快下来，省得在这儿丢人现眼。他老子都忍不了了，足以见得他写的东西一塌糊涂。他要是能写出2首传世之作，哼，我直接倒立吃屎！我进宫当太监去。既然你们还想脸被打得更肿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我就说吧，这家伙只是虚名而已。小诗仙，狂过头了吧？孔小姐，不用给他留面子。唐毅今天身败名裂，都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。还不是？谁告诉你们孔诗兰不说话是因为我写的不好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我写的太好了？唐少爷说的没错，我的确被震惊到说不出话来了。唐少所写的这2首词，绝对是陆将军和唐小姐凄美爱情的真实写照。原本我让写的是唐小姐给陆将军敬酒时，陆将军当时的心境。唐少爷太厉害了，竟然将唐小姐当时的心境也写出来了，而且写得非常，无论哪一首都可以是传世神作。孔小姐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不相信，你有本事把诗读出来，他怎么可能做出2首传世之作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将唐四少所写的这2首词给念一下。第1首《钗头凤》，红酥手。红酥手，黄藤酒。满城春色宫墙柳。东风恶欢情薄，一杯愁绪几年离索。错错错。春如旧人空瘦，泪痕红浥鲛绡透。不可能，唐毅，他怎么可能写出这种意境的诗词？他连女人的手都没碰过，他怎么可能写得出来？他怎么可能懂这些东西？好啊，不愧是朕看中的人，做得好。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默默默。小诗仙，原来这就是小诗仙，果然厉害，佩服。原来他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，他现在正用的事实打了所有人的脸啊！他只是运气好罢了。
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没错，就是运气而已。不如你们也试试，看看你们的运气怎么样？唐毅，你所得意，不是还有另外一手吗？我就不相信你能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写得这么好。孔姑娘，良言难劝该死鬼，既然他们觉得脸面不重要，那就别给他们客气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念第二首词，也就是站在唐姑娘的位置所写的词。这首词钗头凤和第一首相辅相成，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，晓风干泪痕残，遇见心事独语斜阑，难难难。啊！人成各今非昨，病魂常似秋千索。小声喊着阑珊，怕人询问，咽泪装欢。满满满，满满满。好一首钗头凤，好一个小诗仙，厉害！哦，陆将军和唐小姐明明那么相爱，却被生生拆散，有情人难成眷属，太凄凉了。唐毅如此才华横溢，刚才谁说他是废物来着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唐毅他怎么可能翻身呢？混账东西！原来你一直在伪装，小小年纪有这么深的心思，你怎么配做我唐坚的儿子？不是，你以为我愿意？没关系，我还有话。我对这个亲手栽培的儿子很有信心。这些诗词，我这辈子都写不出来。该死的混蛋，明明一直被我压制的死死的，他怎么能有机会翻身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废物吗？他为什么不是废物？无论如何，他一直能为我所用。若不能，我必将他杀死。好啊，好诗，此处应该有掌声啊！掌声呢？好诗，把掌声送给唐毅。客气了，客气了，不用这么客气，毕竟机操物六。我刚才说了，要走你们的路，让你们我的走，总不能说话不算话吧？低调，给朕低调点。就是这家伙，刚才说了在场所有人都是垃圾，他这么羞辱你们，他还要成为你们的堂爷，朕听了都接受不了。你们都是天子门生，都是功名加身的人，怎么能容他这般猖狂？来呀，打败他！诸位，之前唐少说了，他若出手，诸位便没有出手的机会。我觉得他说这话过于狂妄了，诸位现在就可以出手打败他。诸位现在就可以出手打败他。丢人就丢人吧，我不奉陪了，我认输。小诗仙才高8斗，在下甘拜下风，告辞。哎，打不过就是打不过，没什么丢人的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你们，哟，终于熬到了手足相残的戏码了。朕今天倒要看看，是唐毅这小诗仙厉害，还是唐画这3元及第的状元厉害？等了这么久，我就是在等你。来吧，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哇，打败他！哥，打败他，把他打在脚底下。一旦下去，就彻底身败名裂了。因此，此时我有拼死一搏。唐毅，小诗仙，你抄袭我的诗词，抄袭的爽吗？你抄袭我的诗词，抄袭的爽吗？啊！他说抄袭？抄袭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啥玩意儿？我都准备好了，你跟我玩这个？朕
日都是我亲自辅导和解读，花儿根本就没写过这2首词。不可能，题目是我临时想出来的，唐画怎么会先写出来诗词？唐画呀唐画，我还是太高看你了，你的手段居然这么低级。抄袭，我还没追究你抄袭我，你倒是先咬上我了。我可是陛下钦点的3元及第状，我还需要抄袭你？倒是你，在前几日我押孔小姐题写诗词的时候，偷拿我的手稿，还在这里大放厥词，你才是真正的抄袭者。原来唐毅那2首诗都是抄的，那我才抄的。我竟然向一个抄袭者认输，抄袭无耻！什么小诗仙，就是简直是我大言文坛的耻辱。什么是我哥哥才没有抄袭，抄袭是小狗。够了，别吵了。唐毅，抄袭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输不起呗。之前他电视的那首劝诫诗就是抄袭了我的，但是他用这首诗让陛下钦点他为3元及第的状元，所以他才有恃无恐地诬陷我抄袭。毕竟一个没名没分的小诗仙，一个陛下钦点3元及第状元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该相信谁。给我闭嘴！你这属于诬陷，你知不知道？当日唐画所作劝谢诗的时候，我们诸位都在场，对不对？谁说他是抄袭的？唐毅，劝诫诗到底是不是抄袭的？你有证据吗？证据？不巧，还真有。其实这首诗的名字叫《老福王忆靖康耻》，是之前王爷出城巡查京都36营时，我赠给王爷。这是唐毅送给父王的诗，怎么可能？谁是新科状元？给本王滚出来！福王爷怎么来了？福王爷，福王爷竟然真的来了！是福王，不会是真的吧？所以唐画真的抄袭了唐毅写给福王的诗词？不会吧？如果是真的，那可是欺君之罪。父王，真的是福王。想当年靖康耻，他们人手刺了100多个北狄人，这才是真正的狠人。可唐毅怎么玩都没问题，可父王玩那是自寻死路。你害我！没错啊，我就是在害你。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？还问这么白痴的问题？当初唐毅的确提醒过我，只是我当时不相信而已。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唐画，你肆无忌惮的挑衅，不就是想着是陛下钦点的状元，所以有恃无恐？毕竟陛下是不会错。但你们忽略了一个前提，错的从来就不是陛下。你到底有什么理由，值得陛下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为你的错误而买单？现在营救我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唐毅。只要他陪我演出一场戏，就能转危为安了。小易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不应该抄袭你的诗词，更不应该拿它跟你作对。我求求你，帮帮我，小易，我们是兄弟啊，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啊！你帮帮我，我保证，我再也不拿你的诗词跟你作对了。唐毅，来日这份屈辱，我将来必定万倍奉还。你可能搞错了一件事，在我眼中，我们从来就不是什么对手。想成为我的对手，你还没有这个资格。之所以在今日要让全京都知道我的本事，也不是为了出什么风头，而是想要有些人知道，别惹我，惹了我，代价很严重。唐毅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非要闹到生死这个地步吗？丢的是我们唐家的脸，父亲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求我没用，要不我帮你求求王爷。晚辈见过王爷。王爷，唐状元想让我问问，今日之事能否接过，饶他一命？饶他一命？他的生死不是本王说了算的。唐状元，本王的老佛王爷靖康耻，
怎么会成了你的劝解师？来，和本王好好说道说道。抄袭者，简直丢尽天下读书人的脸！绝对不可能！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最看重的儿子，却是个卑鄙小人，是个玩弄人心的伪君子。我最瞧不上的嫡子，才是真正的学富五车，才是真正的才华横溢呀！这不可能，花儿这么优秀，他怎么可能抄袭这个废物的诗词呢？花儿，为娘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怎能让娘失望？你怎么敢让娘失望啊？花儿，哥，你怎么？完了，殿下全完了！长花，朕只问你一次，殿试的诗有没有抄袭唐毅？陛下，臣知道错了，求陛下开恩。臣一时鬼迷心窍，才抄了唐毅的诗词。陛下，求陛下开恩，小臣再也不敢了。唐毅，你们犯的是欺君罔上的罪，罪该万死。你说，让朕怎么处理？回陛下，即是欺君罔上，自当是死罪，理应全部诛之，一个不能。朕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大战在即，只是想让你劝劝朕下一下他们。陛下，如今大战一触即发，国家正是用人之际，老臣恳请陛下饶他们一命。好啊，那今日看在老将军的份上，就饶你们一命，只罚你们2年的俸禄作为惩罚，但有个要求，送往北京的物资3天之内必须送达，如有拖延，一律按叛国罪论处。唐基啊，老臣在。看在小石县的面上，饶你一次，但官降3级，以观后效。臣谢主隆恩。来人，张榜告知天下，剥夺唐化一切公民，贬为庶人，今生永不落。陛下，陛下，求陛下开恩！陛下，我再也不敢了！陛下，至于你们唐家人，自己家的事儿自己管去。要是再闹到让朕知晓，唐京，老臣在。这辈子就不要回京都了。真是。好了，朕宣布，审元师会的状元是唐毅。红丫头，你的提议朕考虑了，你自己的婚姻大事自己做决定吧。臣女谢陛下恩典。多谢陛下。既然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不仅要有尊严活下去，还要活得风风光光。今天只是第一步，未来的唐毅只会更好。